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上期跟大家分享了哪些爱马仕包买到就是赚到，有很多朋友私信我问日本专柜哪里好拿包，传说中的零配货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期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日本专柜拿包的攻略，想要成功拿到 Birkin 和 Kaylee 有哪些注意点呢？欢迎收看小马的爱马仕终极干货。日本真的有零配货吗？答案是有的。普皮的 Birkin 3035是有可能零配货拿到的，甚至于像这种小尺寸的25厘米也是有可能拿到的。但是人气小尺寸市场价位会更高一些，能拿到裸包的比例就非常的小。日本专柜 SA 判断是否给包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否配得上拥有这个包包。所以一半是看来店里的台名估，店员手里是不是有放包的名额。如果刚好遇到有名额，那你的气场气势又压得住，驾驭得了这个包包，或者他觉得可以把你培养成一个非常优良的客户，就会先放一个小小的甜头，把包拿给你。有一些包呢，在日本叫做观光客包，虽然是 Birkin 和 Kaylee，但是回收的市场价值收不到这种定价以上。比如说是 Birkin 35、Kaylee 32这种尺寸和不太人气的颜色，相对来说 walk in 拿包，在没有消费记录的情况下，零配货爆出来，拿到这种包的概率会大一些。越繁华的地方放包越多，但是未必好拿，因为竞争实在是太强了。如果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可以走一走稍微偏远一点的地点，不要一直盯着像东京、大阪、名古屋这样比较繁华的地方。一般按照包的比例来讲，繁华地方的新宿伊势丹还有银座总店，大的店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拿到包。但是我个人感觉繁华的地方因为它客人是比较多的，对 VIP 的客人的标准也是很高的。在小的地方你可能是 VIP， 但是在大的地方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客人，所以反而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东京临近的这种像横滨，不是在市中心的这种爱马仕店，如果当天有包，能买到的机会会更大。游客和本地客人之间，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如果消费水准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 SA 更愿意把包 offer 给本地的客人。一般海外游客的消费水准是比较高的，潜在买一些配货的能力也很强，所以 SA 也愿意把包放给游客，选择培养优良的这种观光客。但是游客毕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日本，所以不像会和日本本地的客人这样会取得定期的一个联络。最近呢，疫情期间，我能感受到的明显的变化专柜会频繁的联系这种本地的客人，但是并不代表拿到包的几率就会更大，因为包包在法国制作，疫情期间的它本身的产量就会减少，所以进入日本专柜的包也就更少了。来过东京刷店的游客一定见过银座爱马仕总店一大早排队的那个长龙，但是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说，为什么我先去的我就没有问到包，后去的人反而就有呢？到底是不是我要早起去排队拿包呢？我什么样的时间去进店能买到包的几率更大呢？首先，除了像这种银座、新宿的大店以外，早起排队肯定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银座总店早上呢会放出来一个包，但是并不是说你排到第一名就一定能买到包。我个人的感觉是上午的大概是说11点到12点之间，下午的话呢大概是4点到5点之间吧，它会各放1到2个包。我的建议是避开这种午休的时间和闭店之前的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他听说在银座店店员每天会轮流分配包包的名额啊，所以他上午去碰一个 SA， 下午再去碰另外一个 SA。如果有人给你出这种主意，千万不要尝试。最忌讳的几个 SA 轮班的问。在爱马仕专柜，店员其实他也是分这个级别和等级的，
不同的级别能拿到包的权利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每个 SA 手里客人的记录和这个月的他的销售的业绩，由店长分配包包的名额。那比方说呢，这个店有10个店员，然后有3个业绩是比较好的，可以拿到包包。再由这3个店员 offer 给他们的客人，可能是给一些老的客人，也可能是给一些新的培养的客人。所以 SA 选择客人的同时，客人选择 SA 也是非常的关键。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教给大家，一进店呢，你先不要着急，你要先观察一下，然后就是说进店要看每一个店员的气场是什么样的，跟每个店员呢都聊一遍，那就等于是谁都没有聊上，一定要选择一位专一的店员去对待。所以第一选择非常的重要。去过爱马仕专柜的人，估计就是都经历过从店员从上到下这样扫描你一遍，其实是通过外在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钱。我对真正有钱的理解是，穿着是比较素气的，但未必是一身的名牌。日本的贵妇呢，也是她不一定一身穿的都是名牌，但是进爱马仕专柜的入场券，可能店员就会看你，你的项链是不是梵克雅宝的呀？手表是不是理查德穆勒呀？如果你一身的就是穿着的这个价值已经超过1亿日币了，进店就不要再问普皮了，可以直接问有没有鳄鱼皮呀。如果身上的就是有爱马仕的配货，比如说像小的首饰啊或者衣服啊，表明你不只喜欢爱马仕的包，其他的东西也非常的喜欢。还有尽量就是不要素颜，打扮得要精致一点，高雅得体，这样进店都是店员衡量你的这个标准。除了看穿着以外，就是看你有没有气场，走路带风。店员是要跟着你走的，你的气场要压到店员了，店员他就会主动来找你。不要像是什么都没见过一样，一进去就直接奔着这个包的柜台就去了。谁都知道包的柜台在哪儿，那你要先看一下衣服最近有没有出了什么新的款式呀，鞋子有什么呀，小饰品有什么呀，盘子碗有什么可以看一下的。对于 SA 来讲呢，优良客户除了买包，还要讲究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お互い様，要互相帮忙，不要单纯的一味表达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包，你有了一定要告诉我这个样子，也要考虑对方店员到底是想要什么的。一个 SA 给你推荐什么，就说明他是这个部门的担当，不同部门的担当都有拿到包的权利，但是要看自己的业绩达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业绩。缺业绩的时候，你也要稍微帮他补一下业绩，他手里有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你。虽然鳄鱼皮的包包不人气的这个尺寸和颜色偶尔也会放出，但是极品鳄鱼，如果你不配货，没有消费记录，肯定是不会给你包的。首次消费拿不到，长期交往变成这种 VIP 的客人，有一定消费记录的基础上，可以向你的 SA 表达愿望。有的时候 SA 也会向你暗示消费的一个门槛，比如说最近来了一个全转的500多万的这种手镯，你要不要买呀？变相的会答应你，你要买了这个手镯的话，来鳄鱼皮包包的时候，我一定会介绍给你。如果你对这个 SA 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我建议可以先买下配货。但是如果买了配货之后，发现很久都一直不给你拿包，那就是被套路了。在日本专柜呢，买包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技巧，与其说是零配货，不如说是约等于零配货。首先进店呢，你可以先挑2条小丝巾或者小领带这个样子，然后找一个话题跟店员先聊一聊，然后再聊到包。这个情况下 SA 给你拿出了包包，其实你只花了几万块的日币买了一条小丝巾，就等于是约等于零配货这个样子。今年日本专柜的价格呢都涨了一些，我总结了一些人气的款式给大家做了参考，比如说普皮里人气的 Togo 皮，还有 TC 皮 Barking 25厘米128万日币 ，Barking 30厘米145万日币 ，Barking 的35厘米是160万日币 ，Barking 的大尺寸40厘米174万日币 ，K 的外缝比内缝稍微会贵一点点 ，K 的25厘米的 Togo 皮的内缝121万日币，外缝的 Epson 皮
是133万日币 ，Kelly 28厘米的外缝，这只是 Epson 皮的137万日币，内缝的 Togo 皮是132万日币 ，Kelly 32厘米，这只 Epson 皮的外缝149万日币。接下来这个是 Mini Kelly 的1代 Posetto Kelly。75万日币 ，Mini Kelly 2代103万日币，康康的19厘米100万日币，康康的24厘米133万日币。稀有皮里比较人气的亮面2点鳄鱼 ，Barking 25厘米566万日币 ，Barking 30厘米639万日币 ，Kelly 25厘米外缝407万日币 ，Kelly 的28厘米的外缝452万日币。道威鳄鱼的黄金尺寸 Barking Kelly 大概比其他2种鳄鱼皮呢，大概会高出100到200万日币左右，而且它的尺寸越大，高的价钱是越多。方块鳄鱼的 Mini Kelly 1代254万日币 ，Mini Kelly 2代340万日币，方块鳄鱼康康19厘米380万日币，康康24厘米441万日币。上期视频里我有讲了，遇到哪些包包剁手要慎重。很多朋友还是担心，如果我的 SA 给我拿了一个不是很想要的包包，这时候我要是拒绝专柜的话，他会不会以后再也不理我了？No， 恰恰是相反的，适当的拒绝在今后拿包的路上反而是加分的。比方说 offer 给你一个黑金的 Barking 25厘米的普皮，你觉得就是不是很喜欢，或者说我家里已经有了，你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包包，你的 SA 下次会毫不保留的介绍其他的包包给你，因为拒绝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包包是不愁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就是不要的话，把机会留给其他客人，等下一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你可以拒绝的是包包，配货是千万不能拒绝的。网上有很多爱马仕粉总结了各种说话的技巧，有的节假日还会给自己 SA 买一点小小的礼物。在日本的话，送礼一般不太会要的，反而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其实还是需要和店员沟通的，定期去店里刷一下脸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正好来银座或者新宿，然后来专柜转一圈，可以定期买一点小配货，自己平时也会用到的这种小配货。去专柜最忌讳的就是上来就问有没有 Barking Kelly， 回答100%是 No 没有。一定要说出来真正自己想要的这个颜色和尺寸，如果有其他的颜色或者类似的这种颜色的话，店员有可能是会介绍给你的。说了这么多，其实就算是用上了所有的窍门，赶上了时机，选对了 SA， 万事都具备了，也未必能拿得到包包，更何况是裸包。如果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宁可多花钱买到心头好。如果预算有限的话，我建议大家佛系买包。今天没有想要的，类似的包可买可不买，把该交流的交流好了，为对方考虑到的也考虑到了，还是可以拿到包包 offer 的。很多爱马仕的老粉反而不爱去专柜，因为一进门就开始演戏。有的人会享受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有的人会觉得哇，心真的太累了。还有一些会遇到无良的 SA， 比方说忽悠客人买了很多的这个配货，等了很久包都不来，或者虽然给了你一个包包，但是跟你买的配货的价值完全不在一个类贝路。你有没有这样的辛酸史？你遇到的是天使 SA 还是各种被套路呢？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下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反套路，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